腰疼在生活中时有发生，俗话说10个人9个腰疼，严重着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推荐一种植物，经常的煮水喝，可以帮助缓解腰疼、腿酸软的情况。这种植物就是车前草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看见这种草，它的药用价值很高，种子和全草都可以入药。车前草具有清热利尿、消水肿的功效，腰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用它煮水喝，每天喝1次就行，尤其适合腰膝酸软、四肢乏力的人哦。但是呢，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。除了车前草外，平时呢多吃点枸杞、栗子、羊肉等，对腰疼都有很好的作用，大家可以试一试哦。阳气不足又称为阳虚，对身体健康呢很不利，经常表现为怕冷、下肢浮肿、精神不振、腰膝酸软等，所以要及时的调理。那在我们身上呢有2个生阳点，大家可以经常的按摩一下，对补充阳气有帮助。1. 拍打脚心，在我们的脚底有个涌泉穴，当脚全足时的凹陷处就是。那经常拍打这里，可以帮助补充肾气和肾阳。按摩时用手掌拍打就行，每次拍打100下，或者用大拇指按揉，这样刺激涌泉穴，对缓解腰膝酸软、畏冷怕寒、下肢浮肿都有很好的效果。2. 拍打头顶，在头顶有个百会穴，在两耳间连线和正中线连线的交点处，按摩百会穴可以打通阳经，生发阳气。按摩时也是用1只手轻轻的拍打100下就行，或者用手指指腹顺时针按揉，对改善头晕、精神不振、失眠多梦有好处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很多人都不注意日常饮食，使血管出现堵塞、老化的情况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当血管出现堵塞时，很多人认为那就多吃一些洋葱和木耳吧。但是相对洋葱、木耳来说，下面这种食物对保持血管弹性、清理血液垃圾、延缓血管老化效果会更好一些哦。这种食物就是苦荞。苦荞是一种常见的粗粮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芦丁。芦丁具有抗氧化性，可以阻止血管受自由基的侵害。那经常吃一些，可以帮助延缓血管老化，对保护血管有非常好的效果，可以说是血管的清洁工。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，由于年纪大了，所以更应该好好的保护血管的健康。那不妨呢多吃一点苦荞。除此之外呢，还要多注意运动锻炼，平时在饮食上多吃蔬菜水果，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这样有助血管健康。肺部是我们重要的呼吸器官，如果肺部受到损伤，势必会影响身体的健康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养肺。养肺也就是养寿，那该怎么养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下面来看一下。这个方法就是拍打中府穴。我们要先找到中府穴，在我们锁骨下面有个三角窝，在三角窝往下隔一个肋骨就是了。中府穴属手太阴肺经，按摩时五指并拢，用手指拍打两侧的中府穴，力度适中，每次拍打3到5分钟。经常拍打中府穴具有宣肺理气、清泻肺热、止咳平喘的作用，能够帮助保护肺部，让身体更加健康。平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按摩中府穴，对肺部有保健作用。按摩时用手指指腹稍微用力的按揉2分钟左右就行，对身体健康也。我们的肝脏是很脆弱的，生活中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都会使肝脏受损。那该怎么保护肝脏呢？尽量做好下面这几点。睡前不要吃夜宵，很多人有睡前吃夜宵的习惯，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改正，因为睡前吃夜宵会导致消化不良。不仅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也会给肝脏增加负担，让肝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，那么就很容易使肝脏受损。睡前不要玩手机，睡前玩手机很容易影响到睡眠的质量。如果睡眠质量不好，那么肝脏也容易受到损伤，所以大家要尽量改正。饭后不要运动。饭后马上进行剧烈运动也容易给肝脏造成损伤，因为吃完饭后，食物中的脂肪以及蛋白质都要
肝脏代谢，所以这样很容易给肝脏增加负担，对肝脏健康不利。那都说养肝如养命，若你有上面这3个不好的习惯，希望你尽量改正，这样肝脏也会越来越好。很多人晚上睡觉会有夜尿频繁、尿频尿急的情况，如果不是因为睡前喝了很多水导致的，那么要小心2个问题，尽量别忽视。第一个问题，肾脏出现异常，因为肾脏对体内水液代谢有很重要的作用。而且我们身体中有一部分尿液是通过肾脏代谢的，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尿频尿急、尿液增多的情况。第2个问题，膀胱炎。因为我们的尿液主要是储存在膀胱内的，如果膀胱出现问题，出现炎症，那么就会降低尿液的储存量，从而使人出现尿频尿急、夜尿增多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喝水，这样对膀胱健康有帮助。所以大家出现夜尿异常的情况时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，这样可以避免更严重的问题出现。酸痛、僵硬、很难受，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呢，教大家一套颈椎操，只需2个动作能够缓解颈椎不适。第1个动作，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手臂张开，手握成拳，手臂稍微的向后倾，保持伸直，然后将手臂向前伸展，和肩膀在一条直线上，这样反复练习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肩部、颈部的血液循环，放松肌肉，对缓解颈椎不适有很好的作用。第2个动作，平躺在垫子上，将双腿慢慢的向上抬起，然后尽量的往头部靠近，最好呢在头部上方落地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增强颈部和背部的血液循环，对颈椎有很好的锻炼作用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的练习10分钟，可以帮助舒筋活络，让颈椎更健康哦。多喝水对身体好，但喝水的时间是有讲究的。多喝水不如会喝水，一天中最适合喝水的4个时间，堪称长寿水。看看你喝对了吗？第1个，起夜的时候喝1杯水。很多人觉比较浅，所以晚上会有起夜的习惯。这时不妨喝上1杯温开水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稀释血液，对心脏和血管有保护作用。第2个，睡觉前喝1杯水。睡觉前半小时可以喝1杯水，对身体的新陈代谢有帮助，而且还能够帮助提高睡眠质量，但是不建议喝太多。第3个，早起后喝1杯水。早上起床后喝1杯温开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还能稀释血液，对排便有帮助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第4个，吃完饭后喝1杯水。吃完饭后半小时喝1杯水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还能够缓解便秘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。焖螺杆菌不用怕，用2种植物泡水喝，杀菌养胃，呵护肠胃健康。蒲公英，蒲公英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。蒲公英又叫婆婆丁，一到春天呢，遍地都是。蒲公英其实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，具有天然维生素的美称，有很好的杀菌抗毒的作用。将它晒干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抑制幽门螺杆菌生长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洋甘菊，洋甘菊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洋甘菊中含有一种糖苷类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，还有杀菌养胃的效果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呵护胃黏膜，预防胃部疾病，让口气也清新起来。俗话说，胃病3分治7分养，所以胃不好的朋友不妨常用上面这2物泡水喝，或许能让胃部慢慢好起来哦。日常生活中甲状腺结节是很常见的，如果出现甲状腺结节，首先要及时就医，然后平时在饮食方面也要注意，少碰下面2类东西。含碘高的食物，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一定要控制碘元素的摄入。对于含碘高的食物，就尽量少吃吧，比如海带、紫菜等，因为碘元素会刺激甲状腺，对病情恢复不利。辛辣刺激的食物，除了含碘高的食物，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不建议吃，因为这类食物会影响内分泌，刺激甲状腺，也会加重甲状腺结节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忌口。除了少吃上面2类东西，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能够帮助化瘀散结。这种食物就是冬瓜。冬瓜含有很高的营养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的功效。
而且冬瓜中还含有丰富的纤维素，对缓解便秘、排出体内毒素有帮助。有甲状腺结节的朋友，经常的吃一些冬瓜，能够帮助减轻甲状腺结节的生长。谁说只有养成好的习惯才能让人长寿？其实下面这3个看似不健康的习惯，也许也能够让你延长寿命。习惯1：晨起不着急叠被子。很多人认为早上不叠被子是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其实这样将被子摊开一会儿，可以减少被子上的有害物质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所以大家起床后可以先忙别的，不用着急叠被子。习惯2：站着吃饭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吃饭呀都是坐着的，其实站着吃饭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，因为站着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，对肠胃健康也有利。习惯3：长伸懒腰。伸懒腰在有些人眼里可能是一个很不雅观的动作，但伸懒腰却有很好的养生作用。经常伸懒腰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消除人体疲劳，而且还有养护心脏的作用，可以说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相对来说呀会更容易长寿哦。别再以为这是坏习惯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